好，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伙带来的是 Metal Slug Double X， 也就是合金弹头7的关改。双人的这么一个 TAS 表演通关，是来自于咱们 SNK 宇宙当中最强悍的2个猛男，一个是拉尔夫，一个是对吧克拉克。这2个猛男呢，在这个游戏当中啊，并不是特别的热门啊。怎么说呢？因为这2个人呢，挺短板的。跟莉安娜呢比不了，而且呢，跟费欧和艾瑞也比不了。拉尔夫的补给呢都是减半的，而克拉克呢虽然说近战可以图利亚来刷分，他是刷分最强的人，但是确实啥也不是啊。这里面跟大家伙讲，上一部做的是莉安娜的啊，这一部呢是做对吧这个当兵双雄啊。拉尔夫呢近战有一个机关枪拳啊，这个呢虽然说在近战当中也算是不错，但是并没有那么强啊。跟莉安娜比呢是完全比不了。这2个通关呢是打的一个不寻常路线，而且呢基本上属于以表演性质的啊，属于表演性质的。所以说这种表演性质呢，速通并不是很快，而且也是玩的最高难度啊，最高难度。我们看看，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啊。然后呢，操作者呢是来自于 B 站的 UP 主，咱们在屏幕下方可以看到他的 ID 啊。这里面跟大家伙讲啊，就是说。合金弹头7呢，咱们每次讲游戏7的剧情的时候，都知道啊，是未来的莫顿将军的士兵穿越回来，带来了一些所谓的高科技，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。当然，咱们可以看到啊，他们2个来交换自己的这个各种武器，然后呢，开始来秒 BOSS。好，小钻头，小机关枪拳啊，抓的啊，确实看起来非常过瘾。你看。啊，感觉这2个人虽然说2个人啊，整个这个游戏这个 BOSS 的血量会增加，但是我相信啊，这2个人就算他这个 BOSS 这个血量增加了，我觉得对于莉安娜来说，对吧？如果你给一个莉安娜，甚至他一个人打出的伤害比2个人还要高，真的你相信我，对吧？我不知道大伙看过的人懂的都懂，不懂别问了，对不对啊？画质能不能调高了？一点调不了了。我们这个是默认的画质啊，是它这个游戏录制的问题，并不是我狼直播的问题啊，这个就没办法啊。好，由于是 TAS 啊，所以说它打起来呢就是比较华丽，就是很多人感觉好像看的就不明白啊，就是太快了，其实就是 TAS 表演。好 ，Elevation。小狼表演人变身，我通关不了，兄弟啊，我通关不了啊！还是说你要通关是吗？你通关行啊，我通关不了啊。好，这里这都是有点像矿车的感觉啊。可以放机关枪拳，而且他还会那个不用蓄力的那个宇宙幻影呢。可以用不会蓄力的宇宙幻影。其实我觉得这2个人真的在这个游戏当中是属于比较弱的啊，就是对于新手来说还是速通来说都很弱。摊分的话嘛，说句实在话啊，你真不用 TAS 用克拉克摊分是真的难。你看起来好像他图利亚的时候是无敌的，但是你再无敌，他感觉他意义不大，对吧？你懂吧，兄弟们？意义不大的。好。可以看到啊，现在用这个装置了，这个载具也是我认为比较强的，因为它是正儿八经啊，你看它正儿八经的子弹无限，然后呢加农炮也是无限的，对吧？这是非常强悍的一个载具，但是是有地图限制啊，有地图限制。结果这一个炮给打，把前面那个装置给打碎乎了。啊，这个由于是有小小的表演性质啊，所以说这个并没有什么并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速通啊，并没有所谓的速通。啊，你看前面还有一个装置啊。阿里莫性感，你看4个小崽儿啊，
好，这关是个大抓子人啊，但是我们看一下，放炮，一顿上下扫，这回是拉尔夫骑的载具了。其实谁骑载具特别猛的？这个是塔尔玛最猛啊，就是这个游戏它的设定是，马尔狗是用小米架就小手枪最厉害，塔尔玛是骑这个机械最厉害。然后呢，费欧是补给最多，艾瑞呢是各种扔手雷，各种斜着开枪，啊，然后拉尔夫呢就是对吧，有2条命，拉尔夫可以这个有2条命啊，相当于一个防弹衣。然后呢，克拉克是可以刷分，拉尔夫呢虽然说2条命，但是拉尔夫的补给是变少了，别人吃一发200发的子弹，到他那可能就是100多发啊，就是补给比较少。然后再就是什么呢？再就是这个，如果说是莉安娜的话，因为叉叉主要是体验有一个新人物莉安娜嘛，莉安娜呢这个角色啊就比较对吧，比较均衡了，无论是她的补给还是她的近战技能，对吧，还是她的这个射击，她也可以斜着射击，而且她的扔的那个雷是正儿八经特殊型手雷啊，是她的那个反摇腿那个雷，所以你懂的啊。好，好，来看看，你看，哎，你看近战的那个宇宙幻影啊 ，TAS 什么意思？百度搜索一下，因为解释起来很麻烦，我没有必要说每一次有所谓的新人一来我就要解释一下，我实话说不是不耐烦啊，因为呢你百度一下就很简单啊，简单来说就是什么呢？对吧？简单来说就是传说中的这个逐帧操作加 SL 大法，就是最简单的来说，但你要问我逐帧操作什么意思和 SL 大法什么意思，你看你这个也不知道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说我建议你百度搜索一下，对吧？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不是科普环节啊，你对吧？你这个科普环节你对吧？其实我早就解说过很多次，说了很多次，然后呢你又不听。对吧？听了你又不学，学了你又不问，问了你又不答，对吧？答了你还要再问，那你最后是吧？那怎么说啊？好，我感觉应该给2个载具啊，他给1个载具有点太欺负人了，应该给2个载具。好，摇一下，摇出一个燃烧弹出来，这也是整个游戏当中输出非常高的技能啊。好，又来了死亡之球，这个球可以反射子弹，丢丢丢，好，摇下来，哎呦我去，一顿宇宙幻影加那个什么，哎，这俩人我操，拉尔夫近战拿站中腿踢啊，他拿站中腿踢，好。啊，不是拉尔夫啊，这克拉克啊，克拉克，老说错人啊，老说错人。好，有一个 T 的子弹，这个是雷暴子弹啊，自动跟型雷暴型子弹。好，2节飞身。好 ，F 子弹朝上打啊，扔下来给拉尔夫。哎，你看这个雷，这雷的子弹是非常对吧专业的啊。只有7里面才有这个子弹啊！不知道如果有谁能把7代的这个，对吧？这个 Zero 斩还有这个 T 这个子弹能移植到对吧2、3代，对吧？2代、3代里面那就有意思了，对不对？听听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能看见我的人儿啊，来，这个是机关炮拳，那个那个是他妈宇宙幻影的姿势，那怎么就分不？好的，你看，哎，看到防弹衣，看没看见？这个好像他妈的不是 TAS 啊，兄弟们，这个好像不是 TAS 啊，兄弟们，这是人脑啊！我不是因为看他死了才是啊。我发现他不是，他标题里没有标是 TAS， 他标题里没有标是 TAS 啊，兄弟们，他好像是人脑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标题是速通竞速，是竞速，不是 TAS。
而且你看他操作者是有 ID 的，看不看见？是竞速啊，这个是他没有 TAS， 他标题你看正上方标题里没有 TAS， 但是呢，它的标题里是有 TAS 组合合集，它的正标题从 Meloslug， 然后31点合金弹头叉叉双人拉尔夫克拉克，后面是没有写 TAS 的啊。它前面写的 TAS 系列是它的那个视频合集的标题啊，因为我下载是通过那个 B 站上下载的。好，感觉看不看见还是有点不太好啊，感觉画质啊还是有待增加，主要是录制我觉得还是它是分辨率的问题，我感觉应该是分辨率的问题，然后再加上它是那个码率也是平均码率，它不是固定码率啊，如果是固定码率的话应该就牛逼了啊，兄弟们。来看看上方那个大花食人花啊，一顿踢，你看他站中腿啊，克拉克。应该也可能是 TAS 啊，我只是想说，主要是你看他操作对吧？他操作起来好像确实是啊，也确实是像，只不过呢，刚才他还死了一条命，就是死了一个隐身衣啊，不是隐那个防弹衣，就是拉尔夫有一个防弹衣嘛啊。这个拉尔夫的防弹衣这个功能是从6代开始有，然后它甚至呢，因为多功能版，它还移植到了这个其他代，比如说2代、3代、4代，啊，有这个防弹衣的效果啊。啊，这个地方打的感觉非常浪费时间的感觉啊。对，下一关是恢复防弹衣的啊。这个人物的特性就是我有2条命，然后近战的也比较猛，就是这个拉尔夫，所以说他就是补给比较少。因为合金弹头啊，就是还是体现出来他这个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用费欧，因为费欧就是对吧？他就是这个补给多，好的。一顿手雷加这个闪干，然后这边手雷加对吧雷爆，秒掉了，看看，这个雷一扔的不太好，没秒掉啊！双人还是这个困难难度，双人还是有点太肉了。好，一个喷射直接把人喷上去了啊！Mission complete. Mission 5, start. 好，感觉这个往下一跳就有降落伞，而且贼浪费。你看啊，就感觉有无限个降落伞一样。你可以取消降落伞，但是呢，可以无限降落伞。这么一看又挺像 TAS 了，兄弟们，对吧？这么一看又挺像 TAS 了，因为他俩的这个过图确实挺，你看很专业过图啊。好，上方有火星的飞碟，该躲躲。他还是要走这边的路线嘛？我看看啊，补给。哎呦，这个机关炮拳啊！好像不是之前那个路线。6代是金星人，好了，还是啊。这样的话，这个3代日本风格的那个下口。7代是穿越啊，7代是穿越梗，6代呢是三体梗啊，6代是那个三体梗啊，7代是穿越梗。好，感觉这个机关炮啊，
一顿上下扫。克拉克尔夫，这个叫克拉克尔夫啊，哈哈。但是事实上，我个人觉得是啥呢？我个人觉得是啊，你看这个右边腿，这右边腿有点东西的啊。好，感觉一路就是狂奔了，现在啊，过图，来看看，这是三型分体 BOSS 啊，三型分体 BOSS 要秒，哎，这个激光炮血，哎，你看，啊来啊来，这个是真挺过瘾的，这个啊。好，把右边的打碎乎了啊！一顿扔雷，还剩四个手雷打爆。感觉这个3号啊，后边那个3号车不用打爆就可以，只需要把上方的打爆就可以嘛？啊，不行，果然还是不行啊！都得打爆啊！无论你先打哪个都一样啊，你最后都得打爆。挨着打，就你叫尔夫啊，对吧？明天陪我打高尔夫，怎么的？就你叫尔夫啊？打你还有明天呢？哎，你看这个单 A 射速啊，也确实很快了，真的很快了啊！这么一看，你懂的啊。啊，这个大森林啊，你看啊，感觉莫顿将军有这么大的精力，好好干都无敌了都啊，真的，好好干都无敌了啊！好。啊，又是那个旅游小妹儿是吧？旅游小妹儿是最狠的。好了啊，穿越过来那个兵头上戴着那个装置啊，大哥，你见着人就跑，你还是当兵的吗？是军人吗你啊？好，这个子弹该留着啊。有防弹效果。好，我操，这空中飞的，你看，就感觉虽然说啊，还是穿越过来了啊，科技牛逼了一点点，但是跟之前的能力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没啥区别呀，挺面的呀，对吧？啊，好，来看看，这个木板，其实我在想，就是你记不记得合金弹头，对吧？有一个木头，对吧？有个大木头，跟着那个木头走是无敌的啊。好，这个 RTA 是竞速的意思 ，RTA 是它的玩法，叫竞速玩法。比如说 TAS 就是 TAS， 比如说 TAP 就是带有 perfect 啊，有一种这种叫做就是表演性质的，这个 RTA 是竞速性质的啊。
但是竞速性质也一样可以是 TAS， 能理解就好啊。好，你看他这个跳起来那个哈多肯，这里面是双人配合，但是你看他的那个加农炮，我想问一下是谁配合呢？这个大高达啊，你看他这个大高达，他这个小机枪啊，好像控制的，你看他这个，这让我想起恐龙快打里面那个什么啊，恐龙快打里面那个，对吧？那个开车了。别人捡的子弹再丢给拉尔夫不减半，应该是这么设计的。好了，月圆之夜，紫禁之巅，一剑西来。这艾伦不行啊，这徐锦江没有那个副驾驶，对吧？啊，徐锦江没有副驾驶。啊，没雷了，一顿抬啊，冲刺。同样是机器人，感觉他那个两腿裆部那个地方，他就没有机枪，看没看见？就没有机枪，啥也不是啊，这个人啊，就会野蛮冲撞，而且他野蛮冲撞之后呢，还不会跌一个烈火，一个野蛮冲撞加一个烈火加一个交易，对吧？艾伦这个无脑 shift 啊，无脑 shift， 太嘚了啊！ See you and hell。 Mission complete。 这里面补给还是少啊。当当当。好，好了，这个傻干啊，看，傻干该吃点吃啊，傻干是太猛了，真的啊。好，你看，同样是载具，感觉那个机械载具啊，移动速度就跟开了变速齿轮一样，而咱们普通的合金弹头就不行，哪怕是金色的合金弹头啊。好了，小跳弹。 但是啊，你们没发现啊？这个无论是哪一代啊，这个老头都是这个样子的。你看，啊，这个老头都是这样的哈，太可爱了啊！都是这个甘道夫啊，都是甘道夫。老年雷神啊，老年雷神，甘道夫是太狠了啊！这还关键还是金发，对吧？金发啊。 小兵有保护罩，是因为他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。好了，这个老头哈多肯，会发哈多肯的老头，啊，都得有啊，必须得有这个。没设计未来老头，未来的老头，他大哥他没有装备，他也只能吧，能会发龟派气功就已经很不错了啊。 这老头会发龟派气功，还是自动跟踪型的，虽然说攻击力几乎等于没有啊，打不死 BOSS， 反正是，裁决跟怒斩谁有用？那肯定是，对吧？如果没有运九，那你肯定得是怒斩啊，对吧？如果你有运九的话，那还用说吗？对不对？顺风流泪。 好，你看这都是加强过的啊，哎，这都是加强过的这个穿越过来的坦克，都配上了这个未来武器，但是依然没有用，我只需要一个下蹲就躲过去了啊。好，
这个波是1/2手雷，我操！你谁给你的勇气？你这么说的啊？好。哎，你看这未来的这个武器啊，速度又不快，但是会转圈儿啊。古玉跟血影啊，跟血影哪个好？古玉好，古玉2-6，血影3-5啊。但是血影加准确没毛病，但是法师这个东西吧，准确就是我就没法跟你说啊。咱说这个意思，理论上来讲，大多数的法师是不需要准确的啊。但是呢，为什么还要血影呢？因为呢，当时我们玩76的时候，都有一种隐藏的要素啊，就看这个隐藏的谁厉害啊。好，升扛了，看不见？他这个穿越装置啥也不是啊，看不看见？升天了，反正就是把所有的火力全都扔在他身上啊！啊，雷不摇了吗？哎，这个雷，你看他这个雷扔过去浪费了。没有准确，对吧？冰咆哮、火墙、爆裂火焰，啊，这些东西是不需要的啊，这些东西是不需要加准确的。雷电术、小火球、大火球，这个是需要对吧？准确的。龙小的吧，龙小的吧，啊。但是无论你加多少准确，只要它的项链磨免是100%。无论你准确加到1个亿，你也打不着他的啊！这个是当年在小狼传奇我是测试过的。当年的小狼传奇，我有一个项链叫莉安娜项链。莉安娜项链呢，就是加魔法躲避100%，但是没有用。一手流星火雨，一手冰咆哮，对吧？一手火墙、爆裂火焰、地狱火，这都没有问题。道士的话，对吧？也是道士的话，一手飓风破，你也没招啊。但是躲这个灵魂火符还有毒可以躲啊。大哥，你都带上古玉了，但是你有血影，你有古玉了，你居然还用雷电术啊？那你多多少少也是有点狠了啊。好，来看看56颗雷这边，而这个拉尔夫现在只有9颗雷啊。留着打 BOSS， 最后的那个 BOSS 是一个八爪鱼的机械八爪鱼，懂吧啊？好，扔过来。好啊 ，Mobile Sublime 可以啊。小卫星，啊，这老头裤裆里面有一个猴子，我靠，这太狠了，这个啊！这个说句实话，这个枪啊。虽然说咱们可以配合小米加步枪，但顶上那个确实太嘚儿了。顶上那个啊，就这个小卫星，攻击力很低啊，几乎啊太低了。好，机械八爪鱼，坦克拳头撸坦克狠。但是呢，莉安娜也是对吧？手刃撸坦克啊，咔咔干啊！这非常省弹药。这要是莉安娜，早就唰了啊！
你扯那个事儿呢，对不对？好，打爆一个。你说，哎，作为这个岩浆是吧？还不是啥的，在这点上打 BOSS， 结果呢，对吧？结果就地上哎，非得有连续有漂浮物，让你有一个站的地方。哎，这个设计啊，好的，机关枪，往后跳，拉，扔雷。好，打爆了。一个砸，哎呦！这手雷看似很省，其实是没有办法啊，因为他 BOSS 有这么多形态。而且最后无论把他的胳膊全打完了，他最后还有一个可以升天的形态啊，你懂吧？啊，Totally machine gun。好，打爆，还剩最后一条，啊。我感觉你们直接飘上去，直接把那小子干了得了啊！哎，这最后一条胳膊，这面的要死啊，啥也不是啊！起飞了，好，有 S 有 G， 这边还有 Totally machine gun 加 laser gun， 这扔雷，好，这应该是 TAS 兄弟们，这是 TAS 啊！但这俩人物确实太弱了。如果是艾瑞或者说是 Phil， 莉安娜我就不说了啊，早就嗝了，好吧啊。都已经打到这底下了啊，打到水底下了，你看没有？哎呦，这个炮弹还带反弹的。你要莉安娜的话，早就给他秒了，你还能看到这啊？好，直接打爆了，还是就是这么说吧啊，就是这种类型 BOSS， 你还得是会打，当你会打的时候啊，咋都行啊。OK， 你看可以看到呢，用了33分钟才通关啊，确实是很慢了。莉安娜的话19分钟，我还有一个最快路线的莉安娜，只需要17分钟就能通关的啊。但是呢，我早就解说过了 ，Mission all over。好，那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大家会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评论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。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